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看似矛盾的故事。2026年5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公开讲话里做了一件几乎史无前例的事，他直接呼吁印度家庭整整1年不要购买黄金首饰。请你想象一下，这相当于中国领导人公开喊话，让全国人不要买房。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完成了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4月1个月就买入8吨，是自2024年12月以来单月最高。中国黄金 ETF 连续第8个月净流入，总持仓301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Q1 单季度净进口316吨，环比飙升 182%。同样是金价，同样是亚洲2大黄金消费国，一边在拼命买，一边被官方按下暂停键。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黄金协会5月最新发布的2份报告，把这个对比讲得清清楚楚。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带你逐页拆解这2份报告里那些没上头条，但每一个数字都在改写黄金需求版图的关键细节。如果你看完之后觉得对自己理解今天的黄金市场有帮助，请点个赞，关注浩投资，我们专门做权威报告的深度解读。我是浩投资的数字主持人。今天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5月发布的2份报告，一份叫 China Gold Market Update April 2026，作者是 WGC 亚太研究总监瑞贾，另一份叫 India Gold Market Update March 2026，专题是 Import Tightening， 作者是 WGC 印度研究总监 Kavita Chakko。 这2份报告都是公开免费的，你可以直接到 Gold.org 的 Research 栏目下载 PDF 原件。我把视频分成4个章节，对应中印两国在这一波金价高位下的2条完全相反的轨迹。章节1，印度停了，世界怕了，故事从印度开始。印度报告的第2页第1张图画的是印度黄金进口关税从2012年到2026年的历史走势。关税在2012年还只有 2%， 过去10几年一路爬升。然后你看到2024年7月那条线突然下跌了 9%， 那是莫迪政府上一次主动减税。但翻到2026年5月这一段，那条线垂直向上，从 6% 骤升到 15%， 是有数据以来单次最大涨幅，一次性把过去2年的降税彻底逆转。为什么这么急？官方理由是保外汇。印度2025到2026财年进口黄金的总金额达到了72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2，仅次于中国。对印度这种贸易逆差长期为负的国家来说，黄金进口就是外汇账户上一块巨大的漏水口。所以政府做了2件事：第一，关税从 6% 提到 15%； 第二，总理本人亲自下场，呼吁全国家庭1年内不要买黄金首饰。接下来发生的事写在报告第3页那张到岸价对比图里。所谓应税到岸价，就是国际金价加上关税之后，黄金落地印度的理论价格。关税上调之前1周，国内金价和应税到岸价之间的折价平均只有14美元1盎司。关税上调之后，这个折价瞬间扩大到150美元1盎司，这是一个10倍级别的跳跃。但奇怪的事来了，报告里特别强调，印度 MCX 的现货金价只上涨了 4% 到 6%， 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9%。 为什么？ Kavita 给了3个原因。第一，印度本身处在季节性需求淡季；第二，旧金回收量充裕，民间黄金供给上来了；第三，低关税时期进口的存货还在抛售。也就是说，关税涨了，但终端价格没涨那么多，受伤最重的反而是印度的珠宝行业，上市珠宝商股价当天最高跌了 17%。 更麻烦的是，印度的 IGST 豁免通知延迟发放，银行作为黄金进口的主渠道，被迫停摆了1个多月。你需要知道的是，这次关税上调和2024年7月那次降税形成了一次完整的政策 U 型反转，节奏极快，信号极强。你可以做的是直接去 Gold.org 下载这份 India 报告 PDF， 翻到第2页那张关税历史图，
亲眼看看那个 V 型是怎么画出来的。报告是免费的，比任何二手解读都干净。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同样，在这个金价水位上，中国发生了什么？打开 China 报告的第一页，第一张图叫金价4月几乎持平，上海黄金基准价人民币计价月度回报是微跌 0.4%， 伦敦 LBMA 美元计价月度回报是微升 0.1%。 这是一个高位震荡的月份，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在这样一个平静的4月里，按理说应该是观望情绪最浓的时候，但中国市场的反应完全相反。第二页那张图是中国黄金 ETF 的持仓走势，柱状是月度净流入，曲线是总持仓。你能看到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这条曲线就一直往上走，没有一个月回调。4月单月净流入人民币35亿，大约 4.98 亿美元，连续第8个月净流入，总持仓301吨，是有史以来最高。 AUM 达到人民币3060亿，约450亿美元。再放大到 Q1， 整个第一季度中国黄金 ETF 合计流入了人民币590亿，大约85亿美元，50吨，直接打破了历史单季记录。更值得关注的是央行那部分。第4页第5张图画的是人民银行连续购金月数再叠加一条黄金占外汇储备比例的曲线。4月人民银行购金8吨，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最高单月，这是连续第18个月增持。官方黄金储备总量升至2322吨，黄金占外汇储备比重升到了 9%。 瑞在报告里给出的解释很直接，过去2个月国际金价有所下跌，央行在加速买入。然后是第4页第6张图，净进口量。 Q1 中国黄金净进口316吨，环比上升 182%， 同比上升 333%。 其中3月一个月就净进口143吨，环比上升 49%。 316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季度内把全球黄金年产量的将近 10% 全部搬进中国。你需要知道的是，印度的故事是政策一刀切，中国的故事是结构性多通道并行。零售端 ETF 净流入，官方端 PBOC 连续增持，批发端进口暴增，3条线同时往上走。Raja 在报告里也提示了风险， Q2 珠宝是传统淡季，A 股走强，可能继续分流金条投资需求，所以下半年的批发数据可能会回落。报告是平衡的，没有一边倒。你可以做的是把 China 报告的第2页和第4页这2张图打印出来对照看，一张是 ETF， 一张是央行，零售和官方2条逻辑链是不一样的，但今年他们罕见的同向。讲到这里，我必须停一下，提醒你，以上所有数字都来自世界黄金协会公开报告。好投资是新西兰 FMA 持牌的金融建议提供者，我们不做任何买入或卖出的推荐，只解读公开数据，最终判断永远由你自己做。如果你觉得这种扒报告的内容方式有用，请帮我点个赞，订阅频道，这对我们坚持做这种偏冷门但更扎实的内容非常重要。那么印度真的停下来了吗？历史给出的答案可能完全相反。这是整个印度报告里最震撼的一段，写在第5页第4张图，关税变动 vs 走私量变化图。Kavita 特别拉出来一组相关系数，在过去10几年里，印度黄金进口关税和官方进口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负 0.17， 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弱相关。换句话说，关税涨上去之后，从印度海关数据看，进口量其实没怎么掉，但关税和走私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正 0.52，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最具体的例子来自2013年，2013年那次印度政府把关税上调了 4%， 请注意，这次只涨了 4%， 远小于今年的 9%， 但结果是什么？走私量从2013年 Q1 的大约10吨飙升到2014年 Q1 的约70吨，整整7倍。也就是说，关税挡住的不是黄金需求，挡住的只是黄金从正规渠道进入印度的路径，需求会自己找出口，
而那个出口往往是非法的。那今年呢？尽管银行因为 IGST 问题断货1个多月，精炼商提前为阿克沙亚第3节备好了货，凯维塔估算，即便有断货影响，4月进口量仍然在48到55吨之间，金额约56亿美元，同比上涨 80% 以上，环比也上涨 80% 以上。WGC 对2026全年的展望是，印度珠宝加金条，金币需求合计可能下降50到60吨，约同比下降 10%。下降是真的，但远远不是莫迪喊话希望的停一整年。第5页还有一张图，按不同关税率把季度进口量分组，你会看到关税在 10% 以上的几个季度，进口量并没有显著低于关税在 10% 以下的季度。凯维塔自己在文字里就写了一句话，从历史数据看，关税对官方进口的压制效果是有限的，而对走私的刺激效果是巨大的。印度黄金 ETF 的情况也值得关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4月印度黄金 ETF 继续净流入，连续第12个月正向流入约印度卢比304亿，约 3.25 亿美元。但是注意，关税上调之后出现了赎回，印度的 ETF 市场比中国小得多，总持仓只有 116.7 吨， AUM 约 1.78 万亿卢比，约190亿美元。也就是说，印度散户的 ETF 信心被这次政策直接打了一拳。你需要知道的是，政策能改变流量，但很难改变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家庭把黄金当作信任、保值、嫁妆和文化的一部分，关税不会让需求消失，它只会让需求改道。你可以做的是直接翻到 India 报告第5页那张关税 vs 走私图，再看那张第4页的折价对比表，把折价从14美元跳到150美元这件事自己核一遍，这是任何二手解读都很难还原的细节。那么把镜头切回中国，中国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到底意味着什么？回到 China 报告第4页，18个月，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如果你从2024年11月开始往后数，恰好覆盖了全球地缘政治最动荡的18个月。俄乌局势反复，美债收益率30年期破5，美元在 SWFT 结算占比缓慢下行，各国央行黄金购买总量连续3年破1000吨。人民银行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笔慢动作的资产置换，把外汇储备里的美元资产逐步分散，不公告时间的换成黄金。从结果看，黄金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已经升到 9%。这个比例听起来不高，但你要知道2022年初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 3% 左右，3年多的时间，比重涨了将近3倍。我特别想提醒，你看瑞在报告里写的那句话，他没有把购金加速归结为看多金价，而是写过去2个月国际金价有所下跌，央行在加速买入。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克制的表述，它告诉我们2件事。第一，央行的购买节奏本身是有择时的，并不是无差别买入。第二，金价的下跌反而成了买入的窗口，这与越涨越追的散户行为模式完全相反。这第18个月配合中国 Q1 净进口316吨， ETF 85亿美元季度流入，构成了一组非常完整的需求图谱，从央行到机构到散户方向是统一的。而印度那边是政策与民间需求的正面冲突，政府在踩刹车，文化和走私在踩油门。同一个金价，同一个亚洲，2套完全不同的剧本被2份报告同时记录下来。你需要知道的是，央行购金不是短期信号，它是结构性信号。结构性信号的特点是，它不告诉你下一个月金价涨跌，但它告诉你长期资金的方向。这种区分是看懂报告和被标题党带跑之间的根本差别。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你今天看完这期视频可以做哪3件具体的事？第一，去 gold.org 下载这2份 PDF 原件，一份是 China Gold Market Update April 2026，一份是 India Gold Market Update March 2026。注意，这2份报告都是免费的，不需要任何注册。学会看一手报告比看任何博主的解读都重要。第二，重点对照3张图。China 报告第2页的 ETF 流入图，
第4页的央行购金图， India 报告第5页的关税 vs 走私图。这3张图放在一起，构成你理解今天亚洲黄金需求的完整地图。第3，每个月固定一天去看一次 WGC 的 Central Bank Gold Statistics 数据库，跟踪各国央行月度购金数据。这个习惯坚持半年，你对全球黄金需求的判断力会比 90% 的散户强。我是浩投资的数字主持人，浩投资是新西兰 FMA 持牌的金融建议提供者。 FSP 号码我们在频道简介里公开列出。除了我们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世界黄金协会的公开报告事实和报告中各方观点的呈现，不构成任何买入或卖出建议。投资黄金有价格波动风险，请结合你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长期目标，必要时咨询持牌顾问。如果你觉得这一期8两份报告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浩投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解读 WGC 白银协会 CME 的最新报告，把那些标题背后的真实数字一页一页讲给你听。我们下期见。